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核心一孕林思雨医师。今天的主要主题是要了解所谓的子宫环境。子宫环境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假设好不容易得到对的胚胎，那我们把它放到子宫，子宫不着床，那等于所有的事情又得从头来。那有些患者会说，我子宫前倾后倾有没有关系？那这个是没有关系因为前倾后倾就好像人的身高有高有低只是一个自然的差异。子宫内膜息肉一定要切除吗？这是一个好问题。那以学术界的角度会认为子宫内膜息肉可能大到某个程度才会影响，但是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困难的案例越来越多那大家付出试管疗程的成本，好不容易得到一颗 PGS 正常的胚胎所以一般我的做法大概说，所谓植入前一个周期，我常规式的会做子宫腔镜检查。那既然已经做了，假设有息肉，我都顺手就把它拿走了所以子宫内膜息肉会不会影响着床呢？因为我全部都把它清除。以便比较安心来做所谓的胚胎植入。子宫内膜异位症能不能怀孕？当然是可以怀孕，而且怀孕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本身是一个容易复发的疾病，但是我们怀孕以后，怀胎10月这个患者体内的荷尔蒙的浓度，它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反而会造成所谓的压抑的作用。所以有一些患者常常成功的怀第一胎，接下来又怀第二胎，子宫内膜异位症不知不觉就已经受到控制所以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假设有生育的规划，一定要赶快找医生，越早怀孕越好，越早怀孕越有利。然后有一些病人在我们准备的所谓的胚胎植入周期里面，常常会提问，林医师我的子宫内膜厚度够不够啊？那我在这边呢也做一个简短的回答。子宫一般看法，子宫内膜厚度厚一点，大部分胜算比较高。好，但是厚度它不是唯一的参数，因为你要胚胎能够着床成功，它还包括子宫环境所存在的一些我们叫做 factor 那这个 factor 很复杂所以必须经由医师详细的调理还需要做抽血的评估所以这个所谓的子宫微环境，它不单单只是影像学的厚度而已，它还有许多的子宫内膜分泌的东西，这些全部配合在一起，那么胚胎才有可能着床成功。所以我经由刚刚的简短的解释，大家可以明了，试管疗程要做成功除了胚胎是第一步的关键，那么第二步的关键就是子宫微环境那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患者跟医生要有适当的默契配合，有耐心，我们把微环境调整好，再把胚胎植入，那么着床率自然会很高那么如果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来找我。我是核心一孕林思雨医师，谢谢大家，拜拜。